了啊，喝药了。毒妇！毒妇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不是我，是那老妇女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她不死，你怎么嫁给董公子？这个场景为什么这么熟悉？还不动手！放开他！干什么？你这小蹄子不帮忙，拉扯我做什么？沈燕，原主所有烂摊子全落到我头上，他定然认定我和王婆是一伙的，这下说不清了。这该怎么办啊？很好，没劲了。沈燕，开局双杀，也不知道刽子手的刀斩我的时候快不快。拉倒。我穿越了。原主和他同名，3年大旱，原主和家人逃荒出来，和爹娘失散，活活饿晕在沈家门口。姑娘，你昏倒在我家门口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这粥你喝了吧。这沈家也太穷了。丫头，你别看沈家现在穷，那沈燕采石场可是赔了他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婶子，我喜欢沈燕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沈母病重，为给儿子留个依靠，点了头。没有喜宴，没有宾客，两人对着沈母磕了个头，便是成婚了。所以，我就是那个趁他病要他命的毒妇。按照原书剧情，沈燕活下来之后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。你醒了，王婆的事我会处理，你先养伤。沈燕，我知道你不信我，但我现在不想你死。换招数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害你。苏伟，只要我活下来，你欠我沈家的一笔都不会少。那是沈母刚走，她假意温柔。沈燕，你饿了吧？来，喝口粥。沈燕，你娘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银子放哪儿了？吃吧，还当自己是少爷呢，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求财落空，原主百般折辱，重伤无力的沈燕。董公子可是镇上大户，你要是想进他家的门，就得先把沈燕这个包袱彻底甩开。怎么甩？让他永远开不了口，到时候就说病死的，谁会在意一个罪人之地？这就是个潘金为出轨西门董公子，又在王婆叫嚣上毒杀沈二郎的故事。发生了什么？对了，毒妇杀我未成，失手打死了王婆，
这是狗咬狗，毒妇还下死手砸了我一拳头，我要杀了他。目光这个东西，虽然没有实质，可真的会让人浑身难受。沈烟，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。误会？我们有仇，有怨，有算计，唯独没有误会。我现在的语言像极了一生要强的中年男人，疲软且无力。喝吧，没毒，我一会儿过来收碗。这就是董公子送的东西。这董公子也真抠搜。吹了风的土豆是麻的，这小子一旦有机会，绝对不会让我好过的。该怎么办？让回家。沈烟那乱糟糟的头发是原主剪的，说沈烟头上长虱子，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爹娘哥哥都被你克死了，你还要这头发有什么用？简直杀人诛心。我对沈烟有点同情，但是不多。我更同情的是我自己，我是真的冤。你挪去主屋睡吧。去不去？你说句话！这是在撒娇，还是在勾引？哼，我不像外头那些轻易被女子表象迷惑的男人，不会再中你的圈套。只能拿被子给他盖着，缓和下气氛，但愿能消点他的敌意。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纵使是意外，他心底本就没半点真心。本来想缓和关系，这下彻底雪上加霜了。毒妇只知道菜市场给了10两银子，却不知道老娘早就用这银子给我看了伤。请的是山里的大夫，擅长治骨伤，用的药也是好的。他以为我只能任他拿捏，可惜他还没赢。我年轻，就算毒妇苛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伤也好了不少。这种疼痛反而让我觉得痛快，那些痛苦、不堪、绝望，好像都随着这疼痛一点点流走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回不去了。唉，还得想办法去镇上弄点粮食。小镜子卖不了几个钱，银钗倒是值点儿，也不多，反倒是这些碎银子顶用。来都来了，是吧？总不能空手而归。王婆是个老寡妇，丈夫死得早，就一个儿子，前些年偷盗被抓进了大牢。可能就因为这个，她嫉妒沈母2个儿子都有出息。沈家出事后，她3天2头跑到沈母跟前说风凉话，说沈母克夫克子，10两银子的事也是她故意透露给原主的。沈母死后，她又暗地里挑唆原主虐待沈燕，不遗余力地给原主拉皮条，鼓动原主出轨董公子，最后还想杀了沈燕，让沈家彻底绝后，当真的是恶毒至极。很想问问他，一直盯着人，眼睛困不困？不知道这毒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绝不可能是好心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毒妇定然又在想什么诡计算计我。我出去一趟，买点东西，水给你放这儿了。若是饿了，你也忍忍，等我回来做饭吃。虽然沈燕很惨，可是跟一个不熟的男人说这种话，还是有点……这毒妇也真有意思，出去会情云而已，居然还要找个借口。她当我真的在乎她吗？王婆一个人住，应该还没人发现她的尸体。
大米饱腹，白面耐放，小米顶饿，3样都备齐。接下来几日，总算不用再饿肚子了。米面有了，再补点菜，日子才能撑得久一点。最后再添一点肉，就算苦，也不能把日子过得太碎。这筐也太沉了，我这瘦弱单薄的小肩膀，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镇子口说不定有牛车呢，下次像土豆、白菜这些，你们村里人自己有种，就近买就行了，跑这老远背回去，肩膀不要了。多谢大哥，我知道了。搬上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坐里面吧，里面不颠。这个姑娘长得真好看，我还没成亲呢，她要是我媳妇儿就好了。以后如果生女儿像娘，那多好。你住这儿啊？我看你东西多，要不我帮你提进去？简直是司马昭之嫌。一个西跟西门公子已经够喝一壶了，可不能再招惹什么烂桃花。不用了。唉，至少知道是哪个村的了。光是想想他在那边盯着我，空气都压抑了几分。不对，他整个人都在冒黑气，怨气比早上大多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算了，我试完赶紧跑。这个痕迹之前有没有？如果之前就有，那是原主蹭掉的。可如果之前没有，是沈燕。沈燕趁我不在的时候进过我的房间。她不是腿断了吗？怎么还能走？不对，腿断了是原主的记忆，可都断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难道就不能好了吗？天老爷，如果她真的能走了，那她趁我不在藏在门后，准备做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恢复到哪一步了，也不知道我睡着了会不会被这人悄无声息的弄死。以原主和他的关系来说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要不要逃走算了？这年头，贸然跑出去就是流民。在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，这样的人随便路上被人卖了杀了，找个深山老林一埋，或许永远都见不着天日了。我一个弱女子，还是这样的大冬天，就算身上有钱，逃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还不能离开沈家，只能想办法多存点钱，摸清楚状况再做打算。至于沈燕的，放着吧，我现在一点不想看到她。她的苦难是旁人造成，可我顶着原主的烂摊子，成了她唯一的泄愤对象。夜里熟睡毫无防备，太危险，我不能赌她会不会手下留情。想到办法了。现在的沈燕就像是从地狱里探出头的恶鬼，就这么冷冷地注视着我。毒妇想干什么？将我锁起来饿死，还是冻死？可如果想饿死我，为什么要给我饭吃？如果要冻死我，昨天还给了我一床被子。想不通，索性不想了。人在恐惧的时候，时间会过得格外慢。毒妇怎么样，都和我无关。
应该快中午了。沈燕就是个定时炸弹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我得想想办法，先稳住他。我就说好像忘了什么事。毒妇可能想死，给我下来！刚刚有蜈蚣，我吓坏了。刚才毒妇的模样是真的害怕了，全身发抖，脸色惨白，不是装的。而且他嫌弃自己嫌弃的要死，怎么可能主动抱他？人生的两难总是来得这么突然。那个，厨房锅里还熬着粥。毒妇果然是个不安分的狐狸精。我想出去。出啊，和我说什么？我锅里正熬着粥呢。如果我不小心死了，你就只能饿肚子了，你明白吗？毒妇以为我现在要弄死他，昨天倒是想，可昨晚我想清楚了，王婆死了，若是毒妇也死了，官府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。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暂时不能杀毒妇，至少在想出万全之策之前不会。那我走了哈。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昨天之前还张牙舞爪要杀我的毒女，今天会表现得如此怕我。锅里的粥成了米饭。沈燕，我们谈谈吧。就这样谈挺好，谈不拢我跑。他腿是好了一点，但肯定没好意思，一定追不上我。而且他要是真有那个本事，前2天也不能被王婆按床上。之前我那么对你是有原因的，我被王婆骗了，受了她的蛊惑。现在想想，沈大娘救了我的命，我那么对你实在是不应该。不配提我娘。愿意说话就好，至少说明他愿意沟通。对，我不配提沈大娘，她救了我，我欠她一条命。说了不让你提，不让你提，不让你提。沈大娘对我很好，我真的很惭愧，这都要怪王婆。还提！燕哥，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偶尔走错了路，我还年轻呀，你得允许我犯错，我以后会改的。我真烦毒妇这个无辜的眼神，当初她就是这样骗了我娘。燕哥，你干什么？还真有点害怕，可箭在弦上，事已至此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。燕哥，我会改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之前这个毒狠人在我娘面前装的可好了，甚至不惜发毒誓说什么若是对沈燕不好，就叫她不得好死。可现在毒妇还活得好好的，可见发誓根本没什么用。
我是造了什么孽，要来热脸贴这个冷屁股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想有骨气的掉头走人。我无处可去，别无选择。独忍忍不如众人忍。要不给你换个屋子吧，这个屋子窗户都没了，住下去是给自己找罪受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居然要为了一个外人忍气吞声。要不还是住你原来的房间？不是，大哥，你有事说事，老看我干啥？难道我又说错话了？完了，我现在住的那间房原本是沈燕的。那个，小维，你在家吗？小维，你在家呢，我抓了鱼给你吃。这谁？这谁？为什么要叫我小薇？为什么表现得这么热络？难道是西门董公子？可是看穿着不太像。我去打点水，水缸都空了，也不和我说。不是大兄弟，你他奶奶的到底是谁啊？你别走！小薇，你终于肯搭理我了。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好，不该那样对你。我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。这人到底是谁？原主的记忆里怎么完全没有这张脸？闭嘴！我和沈燕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两个人还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加上沈母救过原主的命，这么多原因加起来，我才对沈燕客气包容，花精力修复关系。可那是沈燕，眼前这个我没那么好的耐心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认识我？不说滚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，等沈燕死了就跟我在一起？怎么你想反悔？傻，我确定原主没说过这话，我亲口和你说的。是王婆说的。王婆说你喜欢我，只是碍于沈燕还在，没法和我在一起。这人是傻子吗？别人说什么都信。王婆说，王婆说，既然是王婆说的，你去找王婆，说不定是王婆看上你。你我什么？王婆在外面败坏我名声，我还想找她算账呢。那我去找王婆。燕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认识他，你也听到了，都是王婆的错。王婆的尸体，我扔回他家里了，伪装成他不小心摔倒摔死的假象。你是白痴吗？这怎么还带上人身攻击了？朝廷的仵作一验便知。朝廷的仵作虽然厉害，可咱们村穷乡僻岭，死个老妇人，衙门的仵作会来吗？哼，果然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王婆儿子虽然在大牢，可他有个弟弟是衙门的捕快，你猜猜，谁会来收尸？一旦发现王婆死的蹊跷，那怎么办？把人弄到后山，找个地方埋了，永远也不会被人找到。就算衙门追查王婆，只要找不到尸体，也无济于事。还是燕哥你聪明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刚才胡文去找王婆了。胡文就是刚才那二愣子，如果他看见王婆的尸体，完了！
果然是个光有脸但没有脑子的蠢货。别敲了，这么长时间没开门，王婆可能不在家。小薇，去打水吧。我现在就去。燕哥，多谢你提醒我，我现在就上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。多谢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以前王婆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我都澄清了，和你不可能。沈岩死了就可能了。没本事还找个漂亮老婆，这好了吧？人人都想弄死你上位。原主有贼胆没脑子，我是没贼心也没贼胆，可说不定哪天就因为外面这些野男人的一句话，被沈燕弄死了。闭嘴！自己这一巴掌不会把他给打爽了吧？沈燕是我相公，往后你不要说这种话，也不能来纠缠我，不然我就去官府告你调戏良家妇女。你能不能再打我一下？这人是不是有病？沈燕，我进来了。他应该没听到刚才胡文的话。那个，我们商量下怎么处理王婆的尸体吧。不是说了，去后山挖个坑埋了。可现在天寒地冻的，我一个弱女子挖不了坑啊，万一被人发现了。那我不管，人可是你杀的。原主不是人，你小子也真狗啊！可我是为了救你才……难道不是你们想合伙杀我，结果起了内讧，所以你失手杀了王婆？语言果然是他娘的一门艺术啊！燕哥，你这么说我就伤心了。天地良心，我当时真的是为了救你。杜甫没有那么好心。我当时真是一时糊涂，被王婆鼓动才……可看他对你下手，我忽然想起沈大娘对我的好。其实主要是我怕了，我怕你死了，我要被官府抓。而且王婆那么狠毒，她定然也对我不怀好意，我是真怕了。这话倒是有几分可信。他若真有良心，念着我娘的救命之恩，就不会对我做出那样的事。说怕了，想阻止王婆才失手杀了她，这个说法倒更合理。这与我有何关系？你杀了王婆，若是被官府发现，你就等死吧。你若是想我死，也不会提醒我去处理王婆的尸体。从王婆这件事可以看出，沈燕根本不想和官府接触，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引起官府的注意，是因为沈大郎的事吗？你也不是太蠢。燕哥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外面那些随意就能被勾引的野男人。后山上有现成的坑，是有人为了抓野兽挖的。万一有人发现坑被填了，那坑是我和我哥挖的。我父亲是猎人，我大哥学了他一身的本事。父亲死后，大哥经常上山打猎，我大一点，我们兄弟两个就一起上去。我们挖过很多坑，都在隐秘的地方，那些地方村民绝对不会去。这些坑的位置也只有我知道，埋上一个两个的，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。那我先去王婆家把尸体搬出来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。我布置的这个现场其实挺完美，
当时也没别的办法，没能力上山埋尸，大白天的万一遇到人就完了。可现在……尽管知道人死后就是一堆肉，可还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行，我做不到。你人都敢杀，不敢埋一具尸体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拖着比自己还重的王婆上山埋了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沈燕不会想不到这一点，她就是在耍我。这是个无解的局，我抬不动尸体，她的腿受伤了也不行，除非分尸，可我办不到。那就随便吧，明天我就去土地庙拜拜神仙，求神保佑这件事儿不会东窗事发。回来。得出去买点取暖的东西，不然我和沈燕都活不过这个冬天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出去买点东西，干粮在厨房，你自己去拿。原主连件厚衣服也没有，上次只记得买吃的，没想到西北的天变得这样快，说冷一下子就冷成了这样。你来镇上买东西啊？我想买棉衣，还有火盆。买棉衣那得去县里了，咱们镇子只卖布，棉花的话还不知道有没有。至于火盆，你还不如买个炉子呢。有炉子？有是有，但是价格贵一些。正好我现在没事儿，带你去。我并不想沾染什么烂桃花，可眼下人生地不熟，也没别的办法。果然老一辈人说的对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小白脸千万不能嫁，一点用没有。这大冷天还得我一个弱女子出来买东西，就这还给我甩脸子！我要是没占原主的身子，早就一巴掌呼上去了。你家里人放心啊，你一个弱女子一个人出门，家里人巴不得我死在外面。还有多远？若是远，我就不去了。就在那儿，看见那个屋子没？那是咱们镇里打铁的，我和铁头认识，一会儿还能便宜些。铁头，铁头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这位姑娘要买炉子，我就带她来了。成，正好我师傅打了几个，你跟我来吧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要2两银子。什么？2两银子，相当于现在的2000块了，怎么不去抢啊？这已经很便宜了，铁本来就贵，最近边境在打仗，管控又严。贵就贵吧，总比冻死强。成了，这炉子归你了。回头请你喝酒。去吧去吧，别让人家姑娘等着。这也是咱们这儿，要是别处有银子都买不到这铁炉子呢。朝廷严控铁矿军械，民间连柴刀都要报备，短刀更是难寻。我明白。铁匠铺子每年给的铁都有份额，像这种火炉子要用不少铁，所以卖的就贵了些。不过我也没想到你真有银子买。你对这里很熟悉吗？当然，我在这儿长大的，而且我和铁头经常去边界那儿，能弄到一些东西。一会儿铺子若是没有棉花，我去给你弄。那谢谢你了，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？我叫韩宇。我叫苏维。苏维，真是好听的名字。可我没办法，谁家沈异能没用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说的就是他，还给我甩脸，越想越生气。走吧。
陪你去买布。对不起了，韩大哥，我也只能利用你了。掌柜的，有棉衣吗？有，这件棉衣是客人定做的，做好后她怀了妊孕，身长宽了些，穿不下，便留在我铺子里自己卖。用料扎也暖和，你可以去试试。真暖和啊！这个藏青的瑕疵布怎么卖？实惠，才2文钱一匹。那来1匹这个布，一起算。柿子多了不怕痒，我都要活不下去了，还管别人怎么想？人家本来就有所图，你不给钱就得给别的。果然如我猜想的那样，苏维家的日子不好过。她一个女人家，日子得多难。人家帮了这么多忙，按理该请进来喝口水，可是家里连烧水的柴火都快没了。我帮你把炉子架好吧。韩大哥，洗洗手吧。她真好看，一会儿我就出去打听下苏维家里的情况，回头找媒人来提亲，以后生个女儿像她，不，先生个儿子，再生个女儿。沈燕，发烧了。一个男人，苏维家里居然有个男人。应该是昨晚上冻的，染了风寒。去我屋子，我那边暖和。韩大哥，你知道哪里有大夫吗？我知道，我去找。放在后室不比明星差，不过我没空欣赏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以为他好了，结果成了这样。他的骨头可能长歪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以后很有可能成一个瘸子，而且他的身体极度虚弱。这次病来如山倒，虽然不致命，却得好好养着。万一落下病根儿，以后他是活不了太久。大夫，您开药吧，多少钱都行。韩小子，你跟我走，路上帮我搬点东西。你是不是看上那个丫头了？红颜祸水，那丫头不是个安分的，不能娶。为什么？沈二母亲在世时，我常来给她治腿。从前她好好的，如今满身伤病，沈家只剩她俩，是谁苛待她，还用多说？他若真对沈二不好，怎么会给他请大夫？或许是怕沈二死了吧。沈二若是死了，她一个寡妇怎么活？孤男寡女一个屋子，水没过药材，熬一遍之后再加水，再熬一次。这么点药材花了不少银子，
真穷啊！沈烨，沈烨，我还给你请了大夫熬了药，别不领情啊！老大夫已经走了，我该怎么解释这不是一碗要人命的毒药？喝吧。那些伤都是原主的功劳。其实我很想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反抗？我怎么能这样想？没经历过他的痛，就不该轻易问他为什么不反抗。哥哥和母亲相继离开，身边的人也一个个散了，腿上又让他难以行动。我留下惦记的还是他留下的钱财。他不是不想改变，只是已经没有多少选择。在这之前，他也只是在母亲和哥哥照顾下长大的少年，一下经历这么多变化，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或许那时候他只是连继续撑下去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饿不饿？想吃点什么？我去熬个粥，小米加白米熬个2米粥，再做个葱油饼。沈烨，起来吃饭。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。还要吗？身体是自己的，和我闹别扭对你没有好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还吃吗？吃。照你这么吃，地主家都没余粮了。需要我出面应付王婆时叫我燕哥，用不着了就嫌我吃的多，前后倒是两副态度。这个房间倒是真暖和，炉火足，被子也干净，和那边潮冷的房间完全不同。他若真没打算让我好起来，我高烧的时候也不会这样照料我。这个屋子很暖，床也勉强睡得下2个人。可万一他半夜惊醒，又把我当成威胁怎么办？这是我找村里大夫配的药，你喝了病就好了。快让他把药喝下去！他看起来再无害，也不能说明他真的值得信任。你睡觉总乱动，我怕你踢开被子着凉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想把我怎么样都行，我还是答应了。前几天就该杀了这毒妇，不然也不会沦落到如今为人鱼肉的地步。一个人的创伤，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治好的？沈烨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现在想通了。我觉得你活着对我来说更有用。我活着不耽误你找夏家吗？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吗？再说了，我真要找夏家，与你也不冲突，我们和离不就行了？你还知道和离？看来是早打听好了。总之，现在我不想你死了，而你呢，也需要人照顾。我们可以合作，彼此不为难，谁都不伤害谁，将来一拍两散，各自欢喜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你的提议很不错。
是真的想通了，还是另有打算？刚才还一句话不说，现在答应的这么痛快，反倒更让人不踏实。我饿了。不饿了，还要？怎么了？你不可以用袖子擦嘴，我看着不舒服。我没有帕子。沈家前些年日子不错，沈燕又在书院读书，衣服自然是好的。可沈母死后，原主就把这些衣服便宜卖了。卖衣服的钱不是吃喝了，就是用来买东西了，都是原主造的孽，所以我得给他做件换洗的衣服穿。这位帅哥身上的味道能熏死人，头发和衣服，沈母死后就没人给他洗过了。怎么了？我忍，我忍，我忍。你要不要洗个头发，或者洗个澡？这个家徒四壁，连烧柴都舍不得的家，居然有个泡澡桶，原来是原主买的。她爱美，又怕董公子嫌弃，3天2头都要洗一洗。水缸里的水不多了，要是沈燕洗澡用了，做饭就没水了。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又觉得自己像情感节目里水性安于花的你。无论如何，水是有了。有事叫我。想不到我穿越过来，没学会琴棋书画，倒先学会了给男人做短裤。还有力气壳，应该没什么事。丑是丑了点，反正又不穿给别人看，马上就好了。第一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反正穿在里面也没人看得见，这下总不能再光着了。谁来了？没事吧？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如此的不正常？沈燕，母亲哥哥死了，她没哭；自己断了腿没哭；被原主折磨没哭。可现在她哭了。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她怎么想，可想到她身上发生的那些事，这个世上谁活着不艰难呢？我见过帅哥，可沈妖的帅很难形容，五官立体精致，皮肤白皙，一双眼睛圆圆大大的，睫毛很长。吃饭了，那种温润古典的气质浑然天生，不是电视剧里那些戴假头套的男演员能演出来的。我饿了。这样平静的沈燕，让人觉得好割裂。这鱼是胡文送来的，一会儿我拿些钱过去，我不会白占人家便宜。
尤其还是一个对你有所图的男人的便宜，更不能占。对了，你知道胡文家在哪儿吗？当然知道，小时候还和胡文打过架，那小子每次都被我哥收拾得直喊饶。河边那家。一条鱼就当20文钱吧，再加上挑水给2文。算了，挑水还是给1文钱好了。真疼啊！就是不听。你是不是糊涂？是不是糊涂？娘，别打了，真疼啊！就是不听，不教训你就不长记性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？我说了多次了，你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。我看你是被那个姑娘迷昏了头，脑子都不清醒了。娘，上赶着吃亏还不知道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胡母口中那个迷住胡文的人应该就是我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小维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娘，别叫我娘，我没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。胡婶，我是来送钱的。什么钱？一共21文钱。之前跟胡大哥买了一条鱼，还请他帮忙挑了水，这是买鱼的钱和他的工钱。是这样啊，那是我误会了。胡文力气大，以后有什么干不动的活，尽管找他。苏维，那是我送给你的鱼，还有挑水也是我乐意的。你就是傻小子热心肠，可人家苏维也不好意思占你便宜，是吧？苏维，婶子说的是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回了。那我就不送了，路上慢点啊。算他识相。娘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苏叶？老娘都是为了你好。你个傻小子，那苏薇可不是个安分的。你看看他那狐狸精的长相，那是过日子的人吗？沈二郎的媳妇儿和你没关系，你少去找他。我知道娘说的有道理，可我还是放不下。我就是喜欢苏薇那股劲儿。怎么叹气？王婆明明说苏维喜欢我，可苏维不承认。今天我送了她鱼，她还追来我家给我钱。我娘不许我和她接触，可我就是喜欢她。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。那你问苏维了吗？苏维说，都是王婆胡说，她对我没那个想法。那你见到沈燕了？没有，不过我看见苏维给沈燕做衣服了。还是拿来的贴身衣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都是王婆胡乱传话误导我，我得去找她问个清楚。那天我采药回来，也曾在山脚下遇见苏维。当时我没有多想，可胡文说是王婆告诉他苏维又做到上界，苏维却说王婆的话对不上。我那天又出现在山脚，之后王婆也一直没有露面。这几件事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见男人发出这么高的声音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啊，就听见有人叫，我过来看看。好像是王婆家吧？说起来好几天没看见她了。我也出去看看。别给我露出马脚。我做事，你放心。真是半点都不知道收敛。大娘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要死啊！谁是你大娘？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要是知道，还用往里面挤吗？我倒是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现在必须装作不知情。你说他们怎么了？这是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太惨了！就是说，王婆这是咋了？咋了？王婆人没了呗？刘老师，你快说说王婆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各位不好意思，好什么好？赶紧说，再卖关子大家可不答应。王婆人已经没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看着像是摔倒后出的事。我也很想知道，沈岩后来到底把屋里的痕迹整理了什么样。他摔倒碰了桌角之后人就没了。倒是注意点，就是离他远点，还留下不少人待在远。还屋里到处都是老鼠活动过的痕迹。他摔倒碰到了桌角，冬天屋里又进了老鼠，过了好些天才有人发现。儿子还在服刑，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。哼，他平日可没少得罪人，我可同情不起来。就是，平日做事太过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王婆早年没了丈夫，后来脾气越来越古怪，待人也刻薄。他儿子以前也没少在村里惹事，别人找上门，只看吧，他总是护着。那几年他们在村里没少占人便宜，谁家都不愿意招惹。后来他儿子被官府收押，他才慢慢消停了下来。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闲的没事是不是？村长，咱们可不就是闲的。你去通知王婆唯一的弟弟，让他尽快过来处理后面的事。知道了，村长。我早就说过，别再和苏维来往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怎么会跟王婆家的事扯上关系？现在弄成这样，都是他惹来的。看了晚上肯定做噩梦。几年前，咱们村那个陈老头也是这样没的吧？谁说不是？陈老头也是一个人住，总爱买些糖给村里的孩子，孩子们都挺喜欢他。我记得他最喜欢沈二郎吧？有时候不给别人糖，只给沈二，谁让沈二长得好呢？跟个年华娃娃一样。你们扯远了，说陈老头的事儿。对，陈老头无儿无女，也是在一个冬天没的。等人发现时，屋里到处都是老鼠活动过的痕迹。唉，要我说，身边没个儿女照应确实不行。一个人在屋里出了事，都没人及时知道。就是。沈二郎，村里以前没了个陈老头并不稀奇，前世我也听过这样的传闻。可是这件事居然和沈燕扯上关系，我得多留几个心眼。外面已经把人抬走了，胡文受了不小的惊吓。胡婶在院子里责怪了好一阵，村长还派人去通知王婆的弟弟了。我还听说村里以前陈老头也是这么个情况。你知道陈老头吗？当然知道。那他死了，你难过吗？沈燕现在的反应太反常了，我穿来好几天，跟他也相处了好几天，还是完全摸不清他的脾气。你看见王婆最后被发现时的样子了吗？陈老头最后被发现时的样子，我见过。你不问问我为什么会见到陈老头最后的样子吗？我不想知道，赶紧离开这个屋子。沈二家的，你跑什么呢？你刚刚说村里有个陈老头死了，我是说了，咋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好奇陈老头最后是谁发现的？还能是谁？不就是你家沈二？不过沈二可比胡文有出息多了，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不喊不叫不哭不闹，放出来可不就是放出来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玩意儿将他关进了陈老头屋子，等他娘找到他都半夜了。这么说，幼年的沈燕曾经和一具已经严重受损的遗体待了一整夜。沈二家的，婶子好心提醒你啊，这沈二这里有问题。你什么意思？能什么意思？脑子有病呗！哪
哪个正常小孩跟尸体待大半宿是那种反应？沈二家的，你别听石头娘瞎说，沈二那只是吓坏了。什么瞎说？本来就是。沈家的老宅子在村子另一头，沈燕小时候应该也是在老宅过的，那时候的邻居就是王婆，所以让沈燕去找陈老头的是王婆吗？那锁门的是谁？是我，都是我。上回害我被沈大佬揍得那么惨，这次总算让我逮着机会了。先把你关在里面吓一会儿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在我面前神气。反正他一会儿就会喊人开门，又不会出什么事。听说陈老头昨夜没了，沈家二郎被关在陈老头怎么会死？我只是想关沈燕一会儿，我不知道里面出了事，不是我。千万别说是我，沈儿，求你了，千万别把我的名字说出去。他为什么不说？是没看见我，还是已经吓得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陈老头家那天晚上，他果然不记得了。只要我不说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沈儿肯定不记得了，肯定忘记了。你饿不？我煮碗面给你吃。看我干什么？难道要我帮你扶着？这不是耍流氓吗？他以前到底是怎么去茅房的？原主显然不是会伺候他的人。算了，还是别问了，真问出答案，我可能会更难受。这几天的经历还真是恐怖、怪诞又荒谬。没什么，你吃你的。我就不该一时心软，把沈燕接回来同住。抛开我黄花大闺女的身份不谈，我对沈燕的认知已经从一个母亲和哥哥惨死，自己又总被人欺负的炸毛小可怜。你不问问我为什么会见到陈老头的尸体吗？那个笑容和眼神，怎么都不像一个单纯脆弱的小可怜。王婆的死是个意外，可接下来的一切都不是意外了。连沈燕我看到的那么简单，那么单纯。你若是不想和我一起住，明天我就去买个炉子，我们分。这确实是他的家，这床这被子也都是他的，我没有立场赶人，而且我也不想去隔壁睡那个冷得像冰窖一样的屋子。早。我饿了。他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？是你说要照顾我，报答我娘对你的救命之恩。对，是我说的。好，我去做饭。我都不明白我到底是为了啥。那是谁？是隔壁沈二家的娘子。沈二。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？什么奇怪的动静？王李氏家的。沈燕说过，王婆有个弟弟在衙门当捕快，40多岁，眉眼间还真和王婆有几分像，应该不会认错。没有。王李氏和你是邻居，他这么多天没出门，你就没想着去看看？没有。
漂亮的女人都诡计多端，眼前这个长这样的，一看就不安分。你和王理事关系不好？还行，本来还不错，可我发现他在背后说我坏话。大人，他真的很过分。我婆婆死后，我当长辈一样敬重她，没想到她维护人的我喜欢她，说我不检点，我哪里喜欢胡文了？这都是污蔑。胡文，就是发现尸体那个？就是他。前几天他莫名其妙来送了我一条鱼，还说我喜欢他。我有相公，喜欢他做什么什么。昨天他又来了，又送了我一条就跑了。我心想这不行啊，我哪里能白要别人的东西呢？于是我就去他家，给了他21文钱，就当是买鱼了。你相公呢？我相公前不久摔断了腿，他在家里呢。娘子，出什么事了？这家伙演技比我还好，我不知道。老子盘问你半天了，你说你不知道？李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昨儿我去李哥家喝酒，才听说他姐姐死了。李哥，你怀疑他们？今早我就跟着他一起过来了，谁知道一大早就看见王婆那具尸体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把昨晚喝的那点隔夜酒全吐了个干净。我看王婆的死就是个意外，天冷路滑，摔倒时磕上桌角，也不是什么说不通的事。摔伤后流了血，又引来老鼠。虽说死得惨了些，可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。可看李哥这样，他显然不这么想。我总觉得我姐死得蹊跷。官爷，王婆一定是沈二杀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是烧糊涂了。你为什么说人是沈二杀的？因为那年我把沈二锁在陈老头里，我顾不得那尸体，我真不知道你那样子，也被老鼠来，我就想吓吓他，我真没想到会变成那样。官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锁他的，他在报复我，他一定在报复我，都是他。他说的陈老头那件事，真有这回事？有，当年沈二郎确实让人锁在陈老头屋里了，半夜谁干的？村里一直没人知道。这娘子找到的时候都已经夜了，那海出来之后一声不哭也不闹，可要说王理事是沈二杀的，床都下不了，这话说不通。是啊，不能只凭胡文几句话就说人是沈二杀的。全村人都知道沈二腿断了，路都不能走。王婆呢，虽然是个妇人，可力气大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村里不少人和她打过架，都见识过她的厉害。胡儿真缺德。你昨天为什么去王婆家？因为王婆跟我说苏伟喜欢你，我信了，可他说都是王婆胡说，都是王婆胡说。这是21文，就当我买鱼了。后来他又追到我家，把21文钱给了我，说就当买鱼。我心里气不过，昨天才去王婆家，想找他问个明白。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小时候就欺负那个沈二，把人家关在死人屋里，现在又觊觎人家妻子，还想倒打一耙，污蔑人家杀人。还有那个王婆，没安好心的碎嘴长舌妇，死了活该。走，再去查查陈老头的事。你瞪我做什么？没有。你就有，我都看见了。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他，他甩脸子就算了，现在还莫名其妙瞪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没有，你看错了。你问啊，你只要问我为什么瞪你，我也说没有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这种感觉谁懂？如此能忍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想回一句给你做寿衣都说不出去，气死了！听说了吗？胡文烧糊涂了，当着2个捕快的面把当年锁门的事儿全抖出来了。他还指着说王婆是沈二杀的。胡文他娘气得当场给了他一巴掌，说他烧糊涂了。原来当年把沈二锁在死人屋里的就是胡文，还真是胡文锁的门。这些事都是沈燕算计好的吗？李捕去了胡文家，胡文烧迷糊了，把当年锁门的事全说了。他还说王婆是你杀的，会不会查到什么？查到什么？王婆啊！查到又怎么样？人又不是我杀的。沈燕，也不是你杀的。虽然，但是这话也没毛病。可你不觉得你这话说的很无耻吗？胡文怎么样？胡文啊，烧了一夜，今天总算醒了，精神不好，脸色像鬼一样，当着他娘和捕快的面，把当年锁你的事儿全抖出来了。你相信报应吗？不太信。当初在我娘面前发毒誓，连眼都不眨一下，可见他确实不信这些。你为什么这么看我？没什么，我也不信报应。能别这么笑吗？我有点害怕。把镜子给我。我以前不这样，那时候我比现在胖一些，脸上总是带着笑。可是现在，镜子里这个瘦骨嶙峋、满面戾气的人是谁？我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。你若是喜欢，这镜子就……不行，这是董公子送的。先不说给了沈燕，我就没镜子用了。万一以后被沈燕知道这镜子的来历，知道这玩意儿是董公子送给我的，那一定不是个美丽而美好的画面。你喜欢，我可以借给你照照。他连件厚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，怎么会买得起这种镜子？或许是别人送的。谁？胡文？董公子？还是那天赶马车来的那个男人？我这张破嘴，说什么借给你照照？好了吧，现在被没收了。算了，我也不敢问。大人，喝水。你出去，我有事和沈二郎说。虽然人人都说我姐姐是意外死的，可我不信。我怀疑是有人杀了她，你觉得呢？这是怀疑沈燕了，也是陈老头、王婆、胡文这3个名字往一块一堆，自然会出现沈燕的影子。可李捕头就算是怀疑，也没有证据。既然怀疑，那为什么不抓凶手？凶手做得太好了，我找不到证据。确实，空口无凭的怀疑做不得数。我一定会找到证据。那就祝李捕脚早日破案。沈二郎这张嘴，只要不用在我身上，听着就挺爽的。男人总是很肤浅，总认为漂亮的女人没脑子。比如现在，他大概觉得我是被沈燕欺骗了的蠢货吧。
你跟我出来。沈燕嘴角不能动，杀人不可能。若是有人帮他，谁杀人？沈燕？沈苏轼，你们以为不说就没事了吗？沈燕那种聪明人，你不是她的对手。不是大哥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，人是我杀的，你答案都写错了，现在还要照着错误答案猜解题步骤。李捕会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家沈燕腿都断了，她怎么杀人？别人杀她还差不多。或许是有人帮他呢。啊？谁帮他？您不会是说我吧？我怎么会？那可是杀人啊！虽然我不喜欢王婆说我坏话，可我平时也说别人坏话呀，总不能别人说句话就杀人吧？你知道陈老头吗？我听说了，不是和王婆一样死了吗？缺德的老人年纪大了，就不能一个人待着。陈老头的死也很蹊跷。陈老头喜欢好看的男孩子，我这么说你懂吗？我最讨厌这种没有事实依据就造黄谣的人了。你永远不知道随意的一句话会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前世我就被人造过黄谣，我太知道那种感觉了。而且我是沈燕名义上的妻子，李捕快似是而非的告诉我这个，简直其心可诛。你个不要脸的当徒子，仗着官差的身份想占我便宜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老娘才看不上你！沈苏轼，你他娘的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打官差是什么下场吗？该死！若换个男人，老子早把人摁在地上了。偏偏她是个女人，打不能打，骂也不能骂得太难言。她还满村子嚷嚷我占她便宜，我若是不小心碰到什么不该碰的地方，岂不是当场坐实了调戏良家妇女？当徒子，官差欺负良家妇女了，到时候有嘴都说不清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拉开他们！沈二家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动上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他调戏我，血口喷人！怎么没有？你假借查王婆的死，来了一趟又一趟，说怀疑沈燕杀人。沈燕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，她站都站不起来，哪里能杀人？姓李的和沈燕说完话，就将我单独叫出来。难怪要支开我，果然图谋不轨，真不要脸！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哪里……我刚刚说的是不是事实？是，可是什么？村长，我们是展桥村的村民，您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李捕快这么欺负人。若是您不管，我就去县衙告状去。村长，王婆就不是好东西，他儿子也是个泼皮无赖，这李捕快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就是，当初王明可没少在村里欺负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村长您不能不管。就是，当我们南桥村没人了吗？欲哭无泪，疲惫无奈又可怜。我只是个弱小无助的可怜小村长，我还能把朝廷的捕头打死吗？可这沈苏轼从前是什么作态，我多少也知道一点。他以前和王婆走得那么近，3天2头往镇上跑，村里还传他跟那个董公子不清不楚。如今怎么一转眼倒成了受尽委屈的高贵妇女？可这话现在能说吗？我但凡替李普苦说上半句，他们怕是连我也要一起骂。算了，先把这群人稳住再说。
李捕快，今天的事儿闹成这样，您还是先回吧。你看我脸上这些伤，是他打的我。这个我们会查的，会查的。今天您先回去，别让事情再闹大了。王魔家从根上就坏了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他死了，大家拍手叫好呢。我看李捕快就是没事找事儿，没想到是冲着苏维来的。苏维啊，你可得小心些，得罪了捕快，当心他报复。今天多谢各位了，以前我还一直以为大家不喜欢我，原来是我误会了。不，你没有误会，我们确实不喜欢你，以前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，将来可能也喜欢不起来。多谢大家。我当然知道得罪李捕快了，可是不搞这么一出，这个李捕快也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来，只要我说错一句话，就会被他抓住把柄。现在这么一闹，第一，王婆损害的和原主做出去的名声能收回来一些，让村里人都看看我苏维不是好欺负的。第二，王婆是我失手打死的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一旦李捕头深入查下去，没准真会把我揪出来。可现在我和他撕破了脸，往后和他再查我，或者查到什么，别人就会随下意识觉得他在公报私仇，针对我。第三，那小子太不对劲了，我和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必须保证沈岩是和我站在一起的，就算不是统一战线，也不能给我捅刀子。先吃饭。睡觉，狗崽子，憋不死你！上次转身就走，这次干脆吹灯。每回轮到我开口，他不是装听不见，就是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他以为只要不让我问，事情就能过去，幼稚。可他今天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李捕头真的调戏你了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应该不会，他看起来挺正经。你也看起来很正经，可正不正经就不知道了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沈燕嘴上说讨厌我，目光却总往不该看的地方瞟。原主这身材，连我看了都脸红。没想到沈燕都这个德行了，还惦记这些。果然，天下男人都一个德行，净用裤裆思考。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刻意去看，我和外面那些野男人绝对不一样。再说了，是苏维老在我面前晃啊晃啊，尤其是早上，我醒得早，苏维又没有束胸，我能看见吗？我不是瞎子，是不能怪我，对，不能怪我，都怪苏维。我很正经，我对你毫无兴趣。哦，我对钱也没有兴趣。真是太过分了，我真没有，我明明说的是真的，怎么听起来反倒更像此地无银三百两？偏偏每次碰上这个毒妇，理智定力全都不听使唤，一定是他有问题，对，绝不是我的问题。果然，他就是这样，实在太会气人了。温和示好没用，故意冷淡没用，态度强硬也没用。现在嘛，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和他沟通了。王婆才刚买，我要是紧接着出了事，沈燕第一个脱不了干系。他只要还想活，就不会蠢透动手。他只要再开口，不管说什么，我都有办法堵回去。108种应对，哼，他怎么答都逃不出我的预料。这呼吸声，他睡着了。哼，我想了108种，他居然就这么睡着了。好气，好气！不得不说，帅哥睡着也是帅的。这张脸安静下来的时候，确实让人赏心悦目。所以每天沈燕盯着我醒来的时候，她眼睛到底困不困？早啊！他
看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看我这么高兴？难道是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东西，还是另有打算？内耗别人可比内耗自己快乐多了。现在该他沈二满肚子疑混、棍不安、胡思乱想了。我早上那是男人。你想说什么？老子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，爱咋咋地吧。水不够了。那是秦大夫的孙子秦玉。老鼠都死了吗？什么老鼠？我最讨厌的就是秦玉这种男人，虚伪、做作，还装。蛇蝎美人也是美人。原主以前确实以家里老鼠太多为借口，从秦玉这里买过一包灭鼠药。原来他问的是这个。那个啊，小秦大夫，你是不是卖给我假药了？老鼠没死啊？我不卖假药。那就奇了，不是假药，怎么药不死老鼠呢？如果你的药管用，能药死几只老鼠，那王婆也不至于死得那么惨了。到你了。你说什么？该你打水了。脑中一片空白，完了！小心！我真服了，真的，我怀疑自己穿进了什么现代小说里了。遇到的每一个男人，每一个都不正常。忽然有点怀念1文钱2桶水的胡文了。我去看看沈二的伤恢复的怎么样了。论嫁给沈燕的108个坏处，第一条，体弱多病的病秧子帮不了忙；第二条，腿断了走不了路也帮不了忙；第三条，得罪了全村的男人，但他自己连桶水都提不了。多谢小秦大夫了。不是，这些人就不能好好笑吗？非要笑成这样。你跟我拿药的时候说，只要我肯谢你一些药，我想对你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没说过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小秦大夫也别光顾着医别人，没事也给自己看看病，吃吃药，治治这健忘的毛病。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？上次见到他时，分明不是这样的。拿药老鼠当借口来要皮说，他真以为我听不出来？我只是想看看，他究竟想毒死谁？沈燕活着，王婆死了，他就像变了个人。苏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抱歉，那是我误会了。一拳都要打在棉花上，憋得慌。我倒要看看沈二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这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我听到的传闻是苏维对沈燕不好，非打即骂，不给饭吃，还和外面的男人纠缠不清。可眼前这个沈燕穿着新衣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
也不像从前那样随时会断气。看沈燕啊，看我干嘛？你怎么样？他看胡文时是冷是厌，多少还带着几分不屑；可他看秦玉是彻彻底底的敌意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，毕竟我们也是朋友。谁说女人打架只会扯头花了？你们看看，男人之间也很有意思嘛。沈燕对胡文都没这么大气性。我们可不是朋友，从来都不是。呜呼，要打起来吗？如果沈燕一会儿求我，我就勉强帮帮她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叨扰了。若是水用完了，尽管来找我，毕竟我腿脚利索，也很想挣这2文钱。沈燕当时腿伤得很重，村里明明就有秦大夫，还有他孙子秦玉，为什么沈母没有请村里的秦大夫，反而舍近求远，从外村找了个住在山里的老大夫？是秦大夫年纪大了不方便，还是沈母信不过秦玉？沈燕对他敌意这么大，绝不只是性格不合。秦玉明知原主要砒霜，还是给了，只因讨厌他，想看他要做什么。可他讨厌原主，会不会也和沈燕有关？手艺是差了点，好歹不会穿2下就散架，病成那样还把人家过冬的衣服卖了。原主是根本打算给他留活路，得去买点棉花，买了棉花，粮食和炭火就得省着用。算了，原主都救到这份上，总不能最后让他冻死。钱没了还能再想办法，人没了可就真没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怎么说话的？给我回屋去！二丫是个没心眼的，可不能让她跟苏伟走得太近。这才安分了几天，谁知道是真改了，还是又打着什么主意？瞧这副狐狸精似的长相，哪像个安分守己的？二丫要是让他带坏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婶子，我想买点棉花。我家可没有多余的，棉花这东西又不能吃不能喝，大家宁可多种粮食。就算有新棉花的，都是一点点攒出来的。不是给儿子娶媳妇儿，就是给自家人做衣服用，谁会拿出来卖？没有新棉花，没有，那都是攒着给家里人的，谁舍得卖呀？旧棉花倒是有些，可那玩意儿都结块了，不暖和。眼下还不是最冷的时候，他的伤因为吃了药治得好，恢复得快了些，可总不能永远不出门吧？我又不是想当他的老妈子，可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一个病人挨冻。村里买不到，就去找韩宇碰碰运气。我出去一趟。才10几岁，整天板着脸装深沉，像个闹憋屈的小孩。还有棉花吗，姑娘？最后一点棉花入冬前就卖完了。咱们这儿离边关不远，朝廷的军队都不够用，分到老百姓手里就更少了。别说棉花了，连做棉被的旧絮都抢手得很。韩宇今天也不在。总不能白跑一趟，去铁匠铺问问。买什么？我找铁头。铁头不在，你找他有事？其实我想找韩宇。他们出去了，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那我怎么去县城啊？县城离咱们这儿30里路呢，你一个姑娘家，30里路走下来能累死。再说了，路那么远，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啊。去年冬天就有人在路上被劫了。30里。走路是不可能走路的，我一车一个人确实也不安全。对了，问问他有没有地。你有地吗？我说认真的，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花完了，我们就要饿肚子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钱。咱们现在吃的穿的哪一样不花钱？
就是打桶水我都得雇人，我都这么掏心掏肺了，你还捂着那点银子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没有这点银子，你早弄死我了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原主确实干得出来。我不是找你要钱，我是问你有没有地。沈大郎当年挣了不少钱，又往家里烧银子，又立了功，按说应该置办了些田地吧？有地的话，2个人种点粮食和菜，总不至于饿死。没有。你别骗我。真没有。朝廷抄走了，通敌叛国的罪名没给满门抄斩，都算朝廷开恩了。沈家原本有地，可沈家落难之后，房子、地能拿走的都拿走了。所以，原主到底为什么要嫁给他？为什么？除了一张脸，他还有什么？就为了那虚无缥缈的10两银子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？也是，原主是个逃荒来的，家破人亡，差点饿死在路边。至少人家沈燕还有个遮风挡雨的房子，2个人半斤8两，土豆白菜，谁也别说谁。我出去看看。猪肉啊，这可是好久没吃肉了。他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还会偷他的银子不成？过分，真的过分！我像是会偷他银子的人吗？我就是再穷，也不至于。给我来20斤后腿肉！哪一个不比沈燕强？至少跟着人家能吃肉。狐狸精和你儿子胡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小时候把沈二关进死人屋，现在又想污蔑人家杀人，这也是沈家遭了孽。不然沈大郎回来，屎都能给胡文打出来。我不想洗猪下水，这实在是很考验人的活，但我就试试看，这些古人是不是真的不会做猪下水？要哪块？麻溜点儿。要哪块？要死啊！干嘛踢我？等今年猪肉卖完，就给老大老二说媳妇儿。老三还小，再等等。眼前这个小娘们没力气，中看不中用，找媳妇儿还得找她婆娘那样的，膀大腰圆，干活是一把好手。请问猪下水卖吗？啥？猪下水。你要？我想买。不值钱啊，白给你都行。你买那干什么？我想试试做吃的。那能吃吗？我想试试。张大叔，我要买猪下水，多少钱5文钱一副。猪血有吗？猪血不行，我们还要呢。那么多猪血你们都要啊？卖我一点呗。成，就卖你一点。真是穷疯了，买猪下水吃，那玩意儿连狗都不吃。前些天就听说苏维好像对沈二很不好，不给吃不给喝的。这倒是很有可能，
这女人看着也不是个安分的。你可也别这胡愣的了，我这快死门是啥了？还买不买了？不买别挡路。8桶水，辛苦了。你昨天说的要挑水，尽管找你，怎么不行了吗？我确实说过，这话是我自己放出去的。我秦玉一向以温和有礼、言出必行著称，总不能当众食言。秦玉，你以后少说漂亮话。苏伟买了1桶猪下水，要给沈燕吃。他要么是疯了，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。正常人谁会买猪下水？你们家有没有大木盆？有。你要木盆干什么？我花钱买，多少钱？这木盆用了好些年，本来就打算换个新的。既然他要买，那就按新木盆的价钱算。他到底在干什么？多谢小秦大夫，下回有需要还找你。听说了吗？苏伟买了1桶猪下水，那东西又脏又臭，连狗都不吃。他不会是要逼沈二吃那些没人要的东西吧？我看他就是要折磨沈二，逼他吃那些没人要的玩意儿。洗出来。什么？果然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毒妇还是毒妇。沈烟，洗猪下水，这4个字放在一起就已经够好笑的了。就这样。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沈二竟然在院子里洗猪下水！苏伟买了又脏又臭的猪下水，让沈二替他洗，他那腿还没好利索，就被逼着干活呢。他可真会折腾人。就说他长成那样，心思一看就歹毒。沈二腿上未愈，还被逼着洗猪下水，果然不是好东西，狐狸精，谁娶了谁倒霉。这个伪君子怎么还没走？我和沈燕从小就不对付，学堂里争名次，争先生夸奖。后来我为照顾爷爷退学，他去了县里书院。可我一直觉得，若我继续读，未必会输给他。这个人还是和从前一样讨厌。终于洗完了。你的水挑完了？我腿脚快，自然是早早的挑完了。倒是你，腿脚不灵活，好像手也慢。笑死啊！发出这种鬼声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沈老二怎么了。
怎么了？写完了。别说沈燕别的不行，洗猪大肠非常有天赋，简直是洗猪下水的天才，干得不错。你休息一下。所以，我到底为什么要来沈燕家挑水？我到底是有多缺这4文钱？我秦玉水挑完了吗？从小和沈燕争到大的那个人，现在站在他家院子里，被他用那种眼神挑衅，还得回答他娘子问的水挑完了吗？我是不是疯了？干得不错，小秦大夫明天还想挑水吗？我还给工钱。当然，能挣点零用，我自求之不得。这人话还挺密。你到底买猪下水干什么？当然是吃了。我绝对不吃，打死都不吃。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到底早起干什么？猪下水真的能吃吗？他是认真的还是在故意逗我？为什么每次都不把话说完就睡着了？啊！毒妇，故意不告诉我，让我难受。起来！以后只要我起来了，他也得跟着起来。凭什么我在外面挨冷，他还能一个人躺在暖被窝里睡得舒坦？算了，你还是好好去床上待着吧，还能省点粮食。小时候村里杀猪，我经常跟在大人们身后看，等到猪杂煮熟了，吃上那么一碗，味道香极了。那个味道，在爷爷奶奶去世离开村子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吃到过。我绝对不吃，打死都不吃。我就闻闻，不吃，绝对不吃。这是谁家呀？大早上就吃肉，日子不过啦。就是，这得是半夜起来做的吧？味道好像从那个地方传来的。咱过去看看，闻着像是沈家传来的。我就尝一口，就一口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沈二家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大早上你吃就吃，还摆出来是什么意思？故意气人啊！婶子，我这是要做生意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沈家秘制猪杂汤，2文钱一碗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啥？沈家秘制猪杂？那不就是下水吗？哼，给咱吃家下水，亏他想得出来，还2文钱呢，白给我都不吃。就是这狐狸精不知道搞什么鬼，光想骗钱了。
沈二郎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，尝尝不就知道了。没吃过的少在这儿嚼舌头。我第一次这么喜欢沈燕这张嘴。要买就买，买不起就离远点儿。谁买不起了？你说的就是你，听不懂人话吗？给我来一碗！刘老四，你疯了！那是猪下水，你敢吃？老子就吃，你们管不着。大哥，泡着饼更好吃。饼1文钱1张。都已经咬了，一闻就一闻。这真是猪下水，怎么比肉还香？1年难见几回荤腥，连盐都舍不得多放，哪扛得住这锅油香肉香？老四，好吃吗？废话，不好吃我能吃成这样？老四吃的跟饿死鬼似的，这猪下水真有那么香？给我也来一碗，好不好吃不重要，他的生意我肯定得捧场。连件厚衣裳都没有，还敢在风口坐？再吹一会儿，非冻病不可。我只是想帮他收个钱。好吃，真好吃。沈家娘子，你家有盆吗？我想买一些带回去给我爹娘和兄弟尝尝。买2碗猪杂送1张饼，3碗送2张，5碗送3张。再给我来一碗。你们是疯了不成？那是猪下水。下水咋了？人家洗的可干净了，好吃着呢。你吃就吃，吃不起回家嚼你的硬饼子去。就是，别挡道。不要脸，勾引男人的狐狸精！好啊，你这个小贱人敢扑我！你给我等着！苏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！净赚30文，够买好几天的米面了。村里人种1年地，也只够一家人嚼用，根本存不下几个钱。这30文虽然不多，却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真正靠自己挣来的。1天就能赚30文，只要继续做下去，这日子就有奔头。看来还是能挣到钱的。南桥村大，穷的吃不起饭的有，可富的能吃肉的也有。我要是每天都能挣这么多，别的不说，至少不用担心饿死了。刘老四，猪下水好吃吗？里面有没有猪屎啊？是啊，猪屎的味道好吗？哼，不好吃，老子能吃2碗。你们嫌弃就别去，反正我明天还去。好吃。张叔，我还想买一副猪下水，今天还是5文钱吗？昨天5文，今天也5文，没人要的东西，我不能看你能挣钱就坐地起价。那就多谢张叔了。张老二，老二，别在那儿杵着，过来把这桶东西送到沈家去。哎，我送。张二哥，昨天你照顾我的生意，今天又帮我送东西，真是麻烦你了。
不麻烦，这桶一点都不沉，我扛得动。昨天带回去的猪杂汤，你爹娘吃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都说好吃。我娘还说把猪下水做成这样，手艺是真好。他们喜欢就好，以后想吃了再来照顾我的生意。来，我肯定来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娘，给我2文钱，我去买一碗尝尝。你疯了？花那个冤枉钱？娘，买东西的人那么多，咱们买回来尝一尝，若是真好吃，咱们也卖，不就能挣钱了吗？娘，这东西还真好吃。咱们明天也卖，就不信卖不过那个狐狸精。麻烦你了。救鬼得墙啊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省心点儿？天天什么都不做，想着那个狐狸精，那就是个骚贱蹄子。他什么名声，和多少男人不清不楚？现在又在门口摆摊，你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他的眼神？什么人啊？自己长得丑，就觉得别人不检点。这谁？果然，漂亮的女人不能相信。家里有个男人不够，外面还有别的男人。果然，老大夫说的是对的。苏伟身边不缺男人。你们来啦！水跳完了。我听铁匠说你找我。小秦大夫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他对我和对这个姓韩的态度分明不一样，对我是客客气气的疏离，对这个姓韩的说话的语气明显更随意更亲近。他怎么一直盯着我？难道看出我以前对苏维动过不该有的心思了？我以前确实起过不该有的心思，可知道他已经成亲以后，我也收了。怎么被他相公这么看着，还是心虚的很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是苏维主动去找的这人，无所谓，我又不在乎苏维。之前你说你能买到棉花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次我从西域商人那儿买了不少。你要多少？棉衣、棉裤、被子、棉鞋都按2个人的量算。棉花难得，既然碰上了，就多买一些。是我去镇上取，还是你送来？你要是不方便，我送来也成。正好我要去镇上卖东西，镇上要是卖不了，我就去县里。只不过县里压价压得狠了些，那边的人不缺这些东西。不如拉到我们村子来卖吧，我们村人多。村里都穷，买东西的人少。我以前也跑过几个村子，效果都不太好。镇上有铺子，大多数人该买的早就买了。村里人不一样，好多人不爱出门，出了门也未必能买到痛心的。这一点我可是深有体会。成，那我回去拉东西。针线棉布、皮毛红枣，日用东西都有，都来看看。
你负责卖，我帮你收钱。好，我没读过书，算账慢，还经常算错。在人家村子里，有人偷拿东西，我也不好意思翻脸。苏薇一加入，我一下子就轻松了。婶子，你看，红色的鲜亮，蓝色的素雅，是哪个？大婶，这块鲜亮的给家里女儿媳妇儿做衣裳穿好看，这种暗色的您自己穿，稳重又体面。我卖一天的布，还不如他往身上披一下。